好，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视频。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OPPO 刚刚发布的 OPPO Find X5 Pro。我手里这个是白瓷的版本啊，这个陶瓷材质摸起来和看起来确实非常不错。这个 ID 设计，很多小伙伴很早就已经见到过了啊。满分10分的话啊，你给几分呢？可以先走波弹幕。不管是点，小白视频马上开始。它还是这种横向文字的这个排列，但是这次非常特别啊，加入了哈苏啊，这个 OPPO 和哈苏这次在影像方面是有合作的啊，也很正常吧，一家人对吧？这个水泥灰色的配色我很喜欢啊。传统4大金刚，主机清水套，还有一个80瓦的充电头，然后还有一个数据线。ID 设计方面非常明显的跟上一代的家族式延续啊，之前这个火山口呢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但是这次呢大家可以把曲率变化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根据这个镜头的大小呢是不太规则了，整个左边会更长一些。除了我们手里这黑白的陶瓷版本呢，这次还有一个水蓝的素皮版本，而且说这次技术上呢也是有进步，比这个 X3 呢之前那是 0.7 的，现在是 0.4 了，而且在抗磨性和抗开裂性上呢都会要更好一些。这个陶瓷版本呢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手机并不轻薄，因为它毕竟也是 Pro 了嘛。首先最重要的就是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这个80瓦的有线，50瓦的无线，后面我们会有实测啊。厚度方面8.5毫米，然后218克。手机出上手的感觉就是圆润，它所有的地方都给你做了这种弧面的处理，握在手里的时候不会有那么特别当手的感觉。我觉得也是和它这个曲率火山口有一些呼应吧。这次不规则的这个火山口设计图片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网上争议还是挺大的啊。但是我们实际拿到手或者 OPPO 的门店也很多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线下看一看，这个精致程度还有整个的这个细节做的其实还是不错的。这拿手之后感觉好像还可以的这个样子，感觉你看看就给它看习惯了啊。它的这个镜头模组凸起了之后啊，它这次完全把镜头给做平了。上一代这个它说是做平了，但其实2颗主镜的这个金属圈呢还是有一点点突出的，给大家放一个特写。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完全做平，所以就不会再有什么卡灰尘的情况。黑白这2个颜色，之前很多小伙伴说陶瓷选白的是吧，更有质感，确实啊，但是我个人更加推荐黑色一些，因为它黑的真的非常彻底，非常深邃，中框也是黑的啊，一体性会非常的好。这个中框是银色的，稍微感觉会不太一样。当然它不是磨砂的玻璃，所以是比较容易沾染指纹的啊。打到正面是一个曲面屏的设计，但是这个曲面屏的曲率我觉得就可以说成是 2.5D 了啊，这个非常的小，给大家一个特写啊，所以几乎不影响什么视觉观感，但是呢又照顾了手感啊，这是做的比较好的啊。边框上呢是2边不等宽，就是额头和下巴是一样的宽度，然后2侧呢有视觉的收边处理是要更窄一些的。6.7寸覆盖的是 Victus 的这个玻璃，基本参数给大家打出来，1到120赫兹的 LTPO 2.0， 整体参数上也是没什么短板，这个 PPI 达到了525，在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和测试之中，这个屏幕确实体验是挺好的。性能相关的硬件配置给大家打出来，这个 Pro 的首发嘛，依然还是8帧万啊，骁龙8 OPPO 调教的骁龙8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851这套组合自然是有的，之前1加的稳帧技术翻的也上了，我们直接数据说话。在目前版本下 X5 Pro 的骁龙8娱乐兔97万加 Geekbench 5单核1263，多核3560GPU 上 3DMark Wildlife 10135，存储规格和同级选手基本都在同一水平，但是在性能释放上我们体验的版本确实有点保守了。小白视频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电量51%，略差于同为5000毫安时的 GT2 Pro， 重度续航测试下5小时剩余了6%，5小时之后又坚持了15分半，这个水平再高情商也就是中规中矩了啊。搭载的是80瓦的充电，前台充满34分钟，完全充满39分钟。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150秒，这个版本表现不理想，并且杀了2个后台。绿厂机型后台保留问题一直有一部分小伙伴比较诟病啊，即便是开启了最高档位的虚拟内存扩展之后，依旧是这样啊，这一点需要抓紧调整。王者荣耀整机功耗3.18瓦，中度和平精英90帧，平均80.3帧，最高温度41.9摄氏度，平均功耗4.7瓦，帧率方面稍微低了一点，玩的时候感觉有点卡顿啊。目前版本调度上确实可能有点问题。重度原神，平均帧率41.3帧，最高温度45.1摄氏度，平均功耗5.02瓦，这帧数是明显调教过的啊，是比较低的，但是也换来了低功耗和机身较低的温度。这块 2K 屏，原神的像素量也是主流的138万，极限测试光明山脉，平均帧率47.7帧，不算太低，当然温度也不低，49.5度，功耗6.6瓦。能看出来 OPPO 的调教方向还是控制功耗和温度的，调
教的偏日常使用下，对于这台手机这种调度策略啊，同意的请扣1，不同意的请扣2。其实，在国产的旗舰之中呢，带 IP68是不太常见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它也给你加上了。然后就是双扬声器，它并不是对称式的，是听筒式的双扬声器啊，底部有开孔。影像方面，这次最重要的就是已经发布了3个月的马里亚纳这颗芯片了啊，终于在 Find X5 Pro 上看到了它的身影。这颗 NPU 主要用于处理 CMOS 输入的原始信息，对 3A 进行控制啊，也就是对白平衡、曝光、自动对焦进行控制。虽说它是拍好一张照片最基本的要素，但想要做好，其实还挺难的。影像系统的硬件跟上一代是一样的啊，2颗766啊，一颗战术2倍。这次主摄采用了传感器位移防抖和镜头防抖的双防抖技术，尺寸相比于普通的光学防抖要大了不少。所以再看看外画的这个曲率设计，想要控制体积，这2倍的长焦就在所难免了。还是老样子，每逢样张不是下雨就是下雪。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室内光线条件复杂的场景，毕竟在光线充足的室外，旗舰机之间真的拉不开什么太大差距了。机型选择上13 Pro、X70 Pro 加以及 Pixel 6 Pro 这几台搭载了自家芯片的机型，专门来做一下对比啊。在光线复杂的室内 ，OPPO 展现出了不错的曝光准确性，其他几台手机在灯牌较多的高光场景无一例外有些欠曝啊。虽说高光是压下去了，但是暗部没亮起来。OPPO 对于高光压制的表现一般，比如这组 LED 灯，虽说更符合肉眼的观感，但是画面却不如压下来的好看。你更喜欢是还原真实，还是喜欢高光被压的照片呢？室外环境 ，OPPO 的色彩还原表现不错，正红这种比较难还原的啊，表现都还 OK。但是几台旗舰机在室外差距真的很小。这组水银遮调，大家猜猜哪台是 OPPO？ 走波弹幕，3、2、1，你猜对了没有？逆光场景下 ，OPPO 的高光压制表现不错 ，iPhone 和 Pixel 的天空都出现了过曝，表现和 vivo 比较接近。而且这次主长广白平衡一致性调教的很 OK， 不会出现3个镜头拍出来3种颜色的情况了。在弱光环境下，搭载双防抖的主摄表现也很纯净，成像速度也极快，表现不亚于有更大底的 vivo。超广同样是搭载了自由曲面的766，在弱光环境下的表现不错，在室内照片的暗部也会显得更加纯净，画面的畸变控制自由曲面镜头有天然优势。对比下来 ，iPhone 的超广就确实不够用了。长焦方面，由于只有2倍啊，在明亮的场景成片还行，但是在光线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会切换成主摄裁切。如果再放大到更高倍数，和拥有潜望镜的选手，那自然是不能相比了。拍照的体验上是我们这次关注的重点，有马里亚纳还有哈苏的加持。注意看这组展示 ，Find X5 Pro 的曲景框清晰度和 iPhone 不相上下，而且实时预览的效果也挺不错的，配合很快的成片速度和后台计算时间，主观感受，如果苹果能够达到90分的所见即所得，那 OPPO 基本上能做到85分了。视频拍摄方面，我们先来看防抖的表现。OPPO 的防抖表现不如 iPhone 和 vivo 和 Pixel 表现相当，而且 OPPO 也存在画面比手慢半拍的情况。受限于功耗啊，马里亚纳只有在打开 AI 之后参与30帧视频的拍摄，所以在这里我们采用 4K 30的画质录制。OPPO 还是保持了之前的自带调色的风格，对于喜欢直出的小伙伴是比较友好的。在灯光条件复杂的场景下 ，OPPO 的表现也 OK， 视频能够有效的压制高光，也能保证人脸的曝光。在逆光场景下 ，OPPO 的 HDR 高光压制速度最快，几乎是实时的，而其他几位都要等一下才能压下高光啊，这应该就是马里亚纳的功劳。这组街景 ，OPPO 和 iPhone 的曝光都比较还原 ，OPPO 的色彩最接近人眼，而 vivo 和 Pixel 啊，感觉有点傻亮啊，能看出马里亚纳参与计算之后 ，OPPO 在录像画质上确实有提升。在极限光场景下，不开启 AI 啊 ，OPPO、vivo、Pixel 都是一片漆黑，iPhone 出现了明显的噪点。在开启 AI 的时候，马里亚纳的降噪算法生效，画质提升相当明显。虽说和 iPhone 还有差距吧，但是相比于拍不到，那已经是有质的改变了。总结，这次搭载了马里亚纳的 Find X5 Pro 在拍照和录像表现上确实有提升，尤其是在录像方面，我们感觉还会更大一些。拍照上，安卓苹果已经是打得有来有回。当然，这次马里亚纳更重要的作用是提升视频的3A 运算、HDR 以及降噪的表现，确实有效果，但和 iPhone 依旧存在差距。总的来说，确实能够看到 OPPO 努力的修补自己的短板。我们肯定 OPPO 在影像上的投入，尤其是芯片方面。当然，我们体验的前期软件版本还存在一些小问题，我们也和 OPPO 工程师进行了沟通，并将问题汇总给了 OPPO。他们表示，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在试手版时会被修复和改善。OK， 简单总结 ，Find X5 Pro 其实跟去年的这个 ID 设计上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辨识度非常高，当然啊也非常区别用户。这个喜欢的人觉得哇，这个感觉非常不一样，一拿出去就知道我用的是这台手机。但是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哇，这个设计太怪了，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机圈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呢，追求一些辨识度也是很多厂商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在芯片上了，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发布了骁龙8处理器的这个横屏里边也提到过，不管怎么样嘛，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国人厂商能够在芯片方面持续的发力。我们非常清楚啊，这是一个
很长的时间，可能要投入非常多的人力物力。但还是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第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厂商、大大小小的芯片都在陆续的实践落地的过程之中。这个马里亚纳呢，这次它的效果呢，还是非常明显，能够让我们感知到的啊，这点是做得不错的。我觉得要给予他们一些时间吧。这个毕竟芯片这个东西，它不像是屏幕一样，我换上你就能立刻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这个芯片研发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漫长、非常漫长的过程。OK，Find X5 Pro 满分10分的话，你给几分呢？可以走波弹幕。后期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所有的相关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数据库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